近期，解放军喷火部队的考核训练画面罕见亮相在了央视。这种单兵作战的装备看起来不大，却能摧毁整条战壕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近期，央视罕见披露了我军喷火部队考核训练的画面。在画面中，士兵们手持喷火器，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开火发射。由喷火器喷吐出来的火龙，在一瞬间就命中了建筑物，将现场直接化为了一片火海，威力之大，足以令敌人闻之胆寒。虽说这种喷火部队的威力远不如飞机导弹带来的威慑力，但俄乌冲突经过了1年多的发展，大家也都明白了，飞机导弹并不是那么万能。在很多战场环境下，能起到的作用都比较有限。想要彻底解决战斗，还得依靠基本的步兵。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发展，使得城市化进度越来越高，很多地方都是高楼林立，这就让战争不得不进入巷战模式了。巷战环境可以说是进攻方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，因为防守方完全能够将这些高楼作为掩体，对进攻方各种伏击。而进攻方的装甲车、坦克等重型武器，在巷战环境中，由于机动困难，顾此失彼，时常被对方不知道藏在哪儿的反坦克导弹一发摧毁，导致损失惨重。并且巷战的作战方式会极大程度上延缓进攻方的前进步伐。在马里乌波尔持续了数月的战斗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俄军才出动了巷战神器喷火坦克。这种武器的破坏性虽然不如导弹，但是杀伤性却巨大无比。之前在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战役中，俄军就是使用了喷火坦克进行齐射，将整个钢铁厂直接化为了火海，亚速营成员直接被消灭掉大半，剩下的也只能躲进地下室中苟且偷生，这才让俄军进攻步伐加快了很多。同样的，这种喷火武器在面对战壕的时候，同样也能发挥奇效。由于战壕对步兵冲锋的压制能力极强，在过去配合上集挺机枪，就能够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，能阻挡绝大部分来袭的炮弹。而出动了这种武器后，就情况不同了。喷火武器直接是范围伤害，管你战壕不战壕的，直接大火覆盖，无论什么人都扛不住数百度的高温。并且火焰在燃烧时会消耗大量的氧气，一旦喷火武器进行大范围进攻，战壕以及工事内本来就空气较少，处在火焰中的敌军即便是没有被烧死，也会因为氧气被燃烧耗尽而缺氧窒息身亡。而本次亮相的解放军喷火部队虽然属于防化兵，归属于战斗保障兵种，分配的任务也是焚烧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等危险品，但由于这支部队在进行攻坚战时同样能够发挥奇效。在进行攻坚战时，喷火兵堪称是一张王牌，因此在战时，这些部队往往会分配给攻坚部队进行配合作战，专门对付敌方的防御性攻势。相比较使用温压弹、云爆弹这类武器需要使用重型装备发射不同，这种单兵发射的喷火武器更加灵活，同时打击精度更高，可以对那些躲在山洞等掩体内的目标进行打击，是一种专门用于城市反恐行动以及巷战的利器。而且温压弹、云爆弹这类武器虽然威力大，但这类型武器的杀伤范围达到了数百米，在城市中使用很容易造成误伤。出于人道主义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，很少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并且这种重型武器目标太大，很容易被对方发现，从而进行打击。而解放军的喷火部队则不同，这种单兵作战装备不但灵活，而且十分隐蔽，在背上的2个燃料罐体伪装成了背包，便于隐藏，不容易被识别。同时喷射距离和毁伤面积也控制在了几十米，在巷战中针对敌方隐藏据点能够进行更精确的打击。众所周知，我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，从来都不会谋求霸权，但这也不意味着我国就怕事。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挑衅我国，那必然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虽说随着技术的发展，喷火兵已经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，
但是针对一些特殊战场还是能发挥奇效的。像台岛这种 3.6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就是一处巷战战场，使用温压弹怕误伤群众，毕竟两岸一家亲。解放军喷火部队使用的这种武器就不同了，完全能够实现精准打击，可以专门对付那些顽固死扛的台独分裂分子。